洗床单的时候加一碗它，不管多脏多臭的床单，洗完都能洁净如新，跟新买的一样。看完你也赶紧试试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说到床单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床单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的。我们晚上睡觉时，床单都是贴近我们皮肤的。很多人清洗床单时，总是清洗不干净。还有很多人，床单清洗不了几次，床单上的颜色就变得非常旧，一点都不新鲜。洗上几次还有可能被洗破，因为床单大家几乎都是纯棉的。今天就教大家如何正确的清洗床单。先来制作清洁液，在容器里倒入一点食盐，食盐有杀菌固色的作用。为什么我床单总是洗掉色呢？因为床单没有固色，所以床单洗一次就变旧一次。再倒入一点小苏打，小苏打是天然的清洁剂，可以深度清洁床单污渍。再倒入一点洗衣液洗，必须要用好的洗衣液，因为床单是直接跟我们皮肤接触的，不好的洗衣液化学成分太多了，有可能会对我们皮肤造成不适。洗衣液的去污能力也特别的棒，可以轻松把床单上的污渍、脏东西通通的洗下来。倒入一点白醋，为什么要倒入白醋呢？白醋可以软化污渍，软化衣物，可以让床单洗出来非常的软，不会变硬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洗完床单之后就变得非常硬。白醋可以把它软化，洗出来的床单就非常柔软了。加入一点温水，把自制溶液稀释一下，让它充分溶解开，就可以拿来用了。我们调制好的溶液直接倒进最大的小盒子里，倒进去之后，再把小碗里面剩余的这些渣子全部涮一涮倒进去。小盒子直接推进去就可以启动洗衣机，让它转动起来了。洗衣机里面的衣物如果比较多，一定要选择大件，并且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，可以把洗衣机的水温调到40度左右，用温水洗涤会更加干净。在洗衣机里面漂洗的时候，一定要彻底的将洗衣液以及清洁液清洗干净，不要让肥皂、洗衣粉等物质残留在上面，过多的碱性残留也会腐蚀纺织物，并且这些碱性残留在晒干之后，也会产生黄色的印记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啦。洗好之后就可以直接拿出去晾晒了。用这个办法洗完之后，床单被罩自带一股清香的气息，而且洗好之后一点都不会褪色，依然可以保持非常鲜艳的颜色，用手摸起来也是那种软软的，不会像平时洗一些纯棉材质的衣物，洗完之后就会觉得有些发硬。布料摸起来又香又软，而且它的垂感也更好。床单被罩除了清洗，还有一个难题，就是晾晒。在晾晒的过程中，由于床品比较宽大，中间都会贴在一起，如果天气再不好或者是没有风，很可能第二天会有一股潮潮的味道。那应该如何避免呢？首先我们在洗之前一定要看一下天气，阴天下雨的时候就不要洗了。在洗好晾晒的过程中，一定要用衣架在中间撑起来，中间如果都贴合在一起的话，那它干燥的速度就会降低，第二天就会闻到一股潮潮的霉味。这样撑开之后风也可以穿过，它干燥的速度就可以加倍。在它产生霉菌或异味之前，这个床单被罩就已经充分的干燥了，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异味和细菌，用起来更加的干净卫生。
晾晒的时候有太阳有风，就可以避免床品在晒的过程中捂着出现霉味。但是过程中还有一点要注意，在对床单被罩进行晾晒时要反过来，反面朝阳，正面背阴，这样不容易被太阳晒到发黄。并且清洗后一定不要在烈日下进行暴晒，这样不仅会容易发黄，还会让纺织纤维变得很糟，会大大缩短其使用时间。床单被罩直接接触我们的皮肤，睡觉的时候脱落的皮屑、流出的汗水都会直接接触到床品上。当我们长时间不清洗，这些汗水就会容易滋生细菌，细菌繁殖之后就会影响我们的皮肤健康，导致皮肤瘙痒、皮肤过敏等问题。每天睡觉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床上翻来覆去的，衣服上沾染的灰尘和污垢也会在床单上，这些脏东西要是长时间不清理，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，甚至是可能引发各种皮肤病。特别是一些体质差又懒得洗床单的人，长期用这样的脏床品，皮肤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。如果你想要改善你的皮肤问题，首先就得从清洗床品开始。大家是不是在洗床单的时候都已经习惯了用传统的洗衣液洗衣服？洗衣液的去污能力还是蛮强的，简单的污垢洗衣液能够去除。我们只需要把洗衣液按照量倒入洗衣机，再把床单放进去就可以了。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再把床单拿出来就可以了。但是洗出来的床单还是会有一股异味，床单的色彩可能也会有变旧的情况。洗衣机是清洗床单被罩的重要工具，如果洗衣机内部有细菌和霉菌滋生，就会影响清洗效果。所以在清洗完床单被罩后，记得定期清洁洗衣机。通过以上步骤，你的床单被罩将会焕然一新，颜色鲜艳，质地柔软，仿佛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一样。注意在清洗床单被罩时，要根据床单被罩的材质和污垢程度，适量调整清洗剂的浓度和用量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。好了，今天洗床单被罩的小妙招就和你分享到这了。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收藏，加个关注吧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